冬季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许多新手因为不懂都吃过亏。为了能够让新手朋友们的车子顺顺利利过冬，今天暴弟来给新手朋友们分享一些车子入冬时必须检查的一些项目，赶紧收藏保存，现在就能用得上。首先第一，冬天这个电瓶最容易出现问题，重点是检查电瓶桩头上有没有氧化老化。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虽然说没有氧化老化，但是呢，暴弟也得给大家说一下啊。那如果说电瓶桩头氧化老化，咱们如何去解决呢？咱们只需要准备一壶开水，轻轻一浇，用小刷子一刷就能去除掉，轻松的去除掉电瓶桩头上的一些氧化问题。随后呢，咱们拿出一些黄油，涂抹在咱们电瓶桩头上。这样咱们电瓶接头氧化的问题就能解决了，是不是又省了一笔汽车养护的费用呢？还有就是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就像现在天气这么冷，但是你的电瓶还会隔三差五的亏电，那么暴弟建议你把电瓶给换掉。你想想，电车冬天为什么续航差将近一半？同样的道理，咱们车上这块电瓶也是一样，不只是车上的电瓶，就连咱们平时带不齐的电动车冬天电瓶续航也会打折扣。这就说明电瓶本身就怕冷。咱们车上这块启动电源它也是一样的，冬天更容易亏电，所以进入冬季之前，如果你的车子电瓶已经没那么耐用了，咱们就提前给它更换掉不要说某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发现电瓶缺电了，打不着火，你还得在冷风中冷飕飕的等着人家来给你救援搭电。第二个就是检查咱们车辆这个机油了，因为有很多北方的朋友喜欢去南方打工，对不对？去南方打工呢，你可能说加了这个机油因为南方不下雪，你到那边加的机油一般都是不防冻的。但过年你要回家以后，回北方的话，温度瞬间降低好几十度，那可能会让你这个车辆里边的机油给冻住，导致咱们车辆无法启动。所以年底从南方回北方的朋友一定要记住换防冻的机油。机油很简单，暴弟准备了2桶来给大家看一下机油分2种型号，有 0W， 大家看一下 0W 和这个 5W 机油后边这个40咱不用管后边40是粘稠度。5W 和 0W 它们的区别就是说这个机油的一个防冻指数。一般南方地区的朋友只需要用这个 5W 机油防冻指数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是从南方回北方，那么咱们一定要记得换上这个 0W 的机油。这个 0W 它的防冻指数高一些，也就是说到北方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它也不会让咱们的发动机冻住，也不会让机油冻住，导致你打不了火。但如果说你本身就在北方，那么你的机油是不用换的，只需要按照你正常保养周期去更换机油就可以了。如果不放心，就问问上次换的是什么机油，但一定要记得检查一下机油量。如何检查咱们机油量呢？如果说机油里边一旦缺少了，那么咱们的发动机磨损就会非常大。大家来看一下，一般咱们发动机上面都会有一个卡子，一个尺子，对不对？看一下这个东西拔出来以后，它就是咱们的机油尺。这个东西就是主要用来看咱们发动机里边的机油剩余量的。咱们先把它拔出来以后，准备一张纸巾，把它擦干净，擦干净咱们才可以方便去查看。然后呢，再把它插回去。好，插进以后再拔出来，因为刚才擦了一下，对不对？咱们看这个机油剩余量大家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机油量在这边，对不对？这边这个黑色的点是下限，这个黑色的点是上限。只要机油处于上限和下限之间，这说明咱们的机油是没有缺油的，机油是刚刚好。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机油快要到达了这个下限，那么咱们这个机油一定要补充，或者说应该更换了。这是关于机油的。那么接下来第3个就比较重要了，就连很多老司机他都中过招，是啥呢？因为现在咱们都知道冬天来了，对不对？冬天来了以后，咱们这个玻璃水你必须要检查它是不是防冻的。来福，咱们去后边拿4桶防冻的玻璃水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很多老铁呢，他一般加的除了冬天咱们加的都是0度的玻璃水，对不对？但是呢，冬天咱们记得一定要加防冻的玻璃水。来福拿过来没？因为咱们平时加的玻璃水都是这个0度的，咱看一下。0度玻璃水你除了冬天、春夏秋天都可以用，但如果说你冬天用这个0度玻璃水，那么很容易冻在你的玻璃水壶中。所以说咱们冬天最好选择适合当地最低气温的，去选择合适的玻璃水。那么这个防冻玻璃水度数怎么去选择呢？很简单，你就看你当地每年最低气温是多少。比如说你每年最冷也就零下5度到10度左右，那你就选择零下15度的就可以。那如果说你们当地最低气温能达到
零下10几度，那你就得选择零下25度了。如果说是东北一些特别冷的地方，就得选择零下4度的。如果你忘了检查玻璃水，那等待你的就是说玻璃水壶冻裂、喷水电机冻裂的严重后果，并且呢，玻璃水在玻璃水壶中如果说冻住的话，你前方玻璃视线不清晰，你需要刮玻璃的时候喷不出来水，你想想危险不危险？所以冬天加防冻玻璃水非常的重要。第4个呢，就是检查咱们的轮胎了。检查轮胎呢，大家看一下很多老铁冬天都不注重这个轮胎的检查，因为我们要知道，根据这个温度的原因，轮胎呢它也会热胀冷缩，所以说呢，冬天胎压会比夏天低一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检查轮胎的胎压，并且合理的补充，否则不但费油，还费轮胎。最重要的是，胎压低了以后会留下爆胎的安全隐患。那么咱们冬天胎压多少最合适呢？夏天咱们都知道是2.6个左右，对不对？那么冬天要比夏天低0.2个左右，因为冬天呢会下雪咱们都知道冬天会下雪，路面一旦结冰的话，你轮胎胎压太高，刹车性能就会下降。所以说咱们冬天开车考虑轮胎胎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省油的时候，还要兼顾咱们轮胎的安全性。大家看一下，现在胎压是 1.75， 对不对？这就是说明咱们轮胎冬天热胀冷缩，车子如果说你不记得及时的补充胎压，轮胎就会胎压特别低，到时候不仅费油，而且呢胎压低了以后还有爆胎的风险。所以咱们考虑省油的时候，也得把安全考虑过去。冬天2.4个胎压，我觉得最合理。第5个就是说，经常把车子停在室外的老铁注意了秋天咱们车子如果说你经常把车子停在树下以后，咱们的车子来看一下，像我们引擎盖缝隙里边，大家看一下会卡很多的树叶、这些灰尘、脏东西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如果说这些脏东西一旦把咱们这些出风口或者说排水口给堵住的话，时间一长，你不把它清理掉，冬天一旦下雪以后，就会把这里边给冻住，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堵塞车辆前引擎盖的排水孔，等明年下雨的时候，就会导致车辆内部进水，到时候很可能会导致车辆漏水等问题发生。所以记得及时清理排水口等一些树叶和脏东西。那么以上5点就是暴弟给大家分享的关于冬天需要检查车辆的一些地方了，是不是很实用呢？那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您的观看。